青雀，去将账买了吧，将在楼下买的礼物给各位夫人备上马车。是。哟，真是抱歉啊，青雀姑娘。陆大娘子，这是您夫君另一位妻子在我们铺子的花销，她说您会结的。另一位妻子？哼，没进过主母茶，算什么聘妻？10万两窟窿想塞给我当冤大头？大娘子名门出身，难道要赖账不成？青雀，把这铺子的门给我锁死！既然敢拿个妾室的名头来敲诈当家主母，今日这珍宝阁的招牌，我就替你砸了。大娘子怕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我这珍宝阁可是京城第一首饰铺，背后是有大靠山的。你一个深宅妇人，掏不出银子就想耍赖撒泼，也不怕丢了永安侯府的脸面。陆大娘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过是10万两银子的账，你们侯府又不是拿不出，何必闹得这般难看？就是啊，听说沈侯爷最近新得了个可心人，宠得跟眼珠子似的。大娘子就算心里有气，也不该拿人家掌柜撒气啊！传出去，岂不是落个杜甫的名声？诸位若是觉得这10万两是小钱，不如替我垫了；若是舍不得掏银子，就给我闭紧嘴巴，好好看戏。大娘子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把账结了。那位白小娘子可是说了，她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侯爷的嫡长子。侯爷吩咐过，只要是白小娘子看上的，一律记在侯府账上。你今日若是敢动我一根指头，等侯爷怪罪下来，你这主母的位子怕是都坐不稳。嫡长子，我这个正妻还没死呢，一个没名没分的贱妾也配生嫡长子？就算他生下来，那也是个庶出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。你一个开门做生意的奴才，也敢插手侯府的内宅之事，就不怕侯府事后问责？你少在这摆主母的架子！不怕实话告诉你，白小娘子这会儿就在天字号房歇着呢，侯爷马上就来接她。你今日要是不给钱，我就把这事儿闹到顺天府去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堂堂永安侯夫人是怎么苛待怀有身孕的平妻的。青雀，奴婢在。掌嘴。是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一个商贾贱籍也敢对着侯府主母的鼻子狂吠？我今日不仅要打你，还要教教你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体统。青雀，继续打，打到他吐出那10万两的真话为止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侯府主母打人了！我看等会儿侯爷来了，你怎么收场？白小娘子，救命啊！姐姐何必动如此大气？掌柜呀，可是姐姐不愿替我结账。若是姐姐真的这般小气，若莲不买便是了，何必为难下人呢？你可真叫我好等啊！开门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若莲的错。若莲不该因为有了身孕，想让肚子里的孩子能有个好的环境，就贪恋这些俗物。若是姐姐心疼银子，若莲把这些俗物退了便是。姐姐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若为此事使得姐姐伤了侯爷的颜面，若莲万死难辞其咎。陆大娘子，你作为侯府主母，理应大度些。你看看白小娘子为了你们侯府的脸面多用心，而你为了10万两银子的账，把人家掌柜打成这样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夫人莫要怪姐姐，姐姐出身高贵，自然看不上我这种小门小户的女子。侯爷怜惜我，特意将他贴身的玉佩给了我，说只要拿着这玉佩，侯府的账房随我直取。沈赫的贴身之物，看着还真是倒人胃口。当年父母极力阻止我嫁给沈赫，哪怕我众叛亲离都要嫁给他。如今却拿着我的嫁妆充门面，在外面养外室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许诺平妻之位。白小娘子，你可要为小人做主啊！这毒妇不仅赖账，还纵容恶奴行凶，打得小人好痛啊！你快派人去请侯爷来，休了这个不守妇道的泼妇！姐姐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若是再这般胡闹，等夫君来了，我可保不住你了。姐姐啊，你现在最好乖乖把这10万两的账单结了，我便在夫君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绝不提你今日的擅妒之举。不然，我可要一五一十地告诉夫君，
姐姐今日的所作所为了。道歉，结账。你脖子上这串东珠是珍宝阁的拍卖品，拍价是3万两。你身上这件衣裳，少说也要2万两。你一个连侯府大门都没进过的外室，也敢把5万两的银子穿在身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夫君明媒正娶的平妻，这都是夫君赏我的。赏你的？我的脸！你敢打我？我肚子里可是有侯爷的骨肉。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外室。大冤朝律法，宠妾灭妻者杖60，妄称平妻者流放3000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一口一个夫君？把他身上那些月制的东西全都给我扒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替他出头。陆明珠，你敢？你这么对我，就不怕侯爷把你休了吗？陆明珠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你别忘了，我肚子里还有侯爷的骨肉。陆大娘子，你简直是疯了！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折辱一个孕妇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青雀，报应？我父亲官拜一品，母亲是尊贵的永江侯郡主，攀上了沈赫这么个侯爷，就敢到我面前叫嚣，那我就让你明白什么叫规矩。伯夫人若是心疼，大可以把他接回威远伯府当祖宗供着，只要你家伯爷不嫌弃，我绝不拦着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伯夫人，你少说2句。陆大娘子，要不此事就算了吧，毕竟事关你们家侯爷，若是真因此使得夫妻离心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夫妻离心，若事事都为那所谓的举案齐眉妥协，那我还有什么人性可言？若女子只为保住一个所谓的名节一退再退，那我宁愿当那枝头上的鸟儿，不必再看任何人脸色。你说得好，若人性都没了，那还算什么人？没想到我在侯府搓磨了几年，心气没了。陆大娘子，我看好你。青雀，把他拖出去，扔到珍宝阁后门去。住手！看谁敢动若莲！夫君，救命啊！夫君，姐姐她要打掉我们的孩子，还要将我流放千里啊！若莲，你受苦了，别怕，夫君来了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夫君，姐姐说我只是个见不得人的外室，不配戴这些首饰，她还打我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事？别怕，我这就让陆明珠给你道歉。陆明珠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伤害若莲？她肚子里怀的可是我沈家的长子，你生不出儿子也就罢了，难道还要绝了我沈家的号吗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让你进我们侯府的门。你这个善妒的毒妇，不仅打伤了若莲，还把人家掌柜打成这样。你难道想让我们侯府背上仗势欺人的恶名吗？母亲，侯爷，你们在心疼这个外室之前，是不是该先看看这10万两的账单？10万两银子买了几件破石头，就要记在侯府的账上。我倒想问问侯爷，侯府1年的进项不过区5000两，这10万两的窟窿，你打算拿什么填？不就是10万两吗？若莲怀了侯府长子，这是我侯府第一个孩子，买几件首饰怎么了？你是侯府的主母，执掌中妇，这点钱你都拿不出来，我要你何用？就是，你的嫁妆铺子每个月那么多进账，拿10万两出来给若莲压压惊也是应该的。你赶紧把钱付了，给若莲和掌柜赔个不是，今日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拿我的嫁妆去养你在外面搞出来的孩子，沈赫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当初嫁给你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放肆！你出嫁从夫，你的嫁妆就是侯府的产业，赫儿是侯府的天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轮得到你一个妇道女人在这里指手画脚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立刻掏对牌，把这10万两结了。你若是再敢废话半句，我今日就以7出之条中的肚子直接休了你。陆大娘子，我看你还是认个错吧，女人嘛，终究是要仰仗夫君的。为了10万两银子被休回娘家，你以后还怎么见人？夫君，你别生姐姐的气了，
既然姐姐舍不得这10万两，那若莲不买就是了。大不了大宝若莲不进侯府的门，就在外面随便找个破庙生下这个孩子。闭嘴！你听到了吗？若莲如此懂事，你却这般恶毒，把管家对牌交出来！大娘子，侯爷都发话了，您就别死撑着了，赶紧掏钱吧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去，把他给我按住，搜他的身。今日这10万两，他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滚开！这里没有你这个奴婢说话的份儿。早拿出来不就结了，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可是这珍宝阁的东家是我啊。赵有才，珍宝阁就交给你了，可不要叫东家失望啊！放心吧，大掌柜，东家如此信任我，我一定鞠躬尽瘁，让咱们的珍宝阁更上一层楼的。大娘子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又在发什么疯？这珍宝阁可是京城最大的首饰，背后的东家神秘莫测，连皇上都得给几分保密。你一个后宅妇人，也敢冒充珍宝阁的东家，想赖账也找个好点的借口。是真的失心疯了，还不赶紧把对牌抢过来，别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！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珍宝阁的地契和顺天府备案的红契。3年之前，我就用我出嫁时陪嫁的庄子，暗中买下了这间铺子。为了避嫌，我派了些人自行打理。赵有才，这3年，大掌柜每个月从账上拨给你500两的丰厚月钱，就是让你这么报答我的。怎么，几年不见，认不出我这个东家了？敢联合一个外使做假账，敲诈到东家头上来了？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银子买下珍宝阁？我外祖公可是江南首富，我出嫁时的10里红妆，你以为是摆设吗？倒是你，堂堂永安侯，连自己夫人的产业都认不出来，还要帮着外人来抢钱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当年虽然我与家族吵得不可开交，父母看着我还是软下心来，让我嫁给了沈赫。出嫁那年，外祖更是从江南连夜赶来京城，只为给我添嫁妆，让我在夫家能过得好一点。我的好明珠，当年你还那么小一点，如今都要出嫁了，外宗这一辈子能有你母亲和你这个小猢狲，此生也圆满了。外公，不管明珠嫁到哪儿，明珠都是你的外孙。明珠，你明日出嫁就是沈家妇了，你后悔吗？父亲，沈郎会对我好的，女儿不后悔。好，只要我们明珠幸福，什么都好。如果那个沈赫敢欺负你，你就回家，父亲养你一辈子。后来我嫁进了沈家，成了永安侯主母。父亲本是4品文官，在我嫁进沈家这几年节节攀升，可他的身子因过度劳累越来越差，就连我外祖也成了皇上背后真正的东家，而我的母亲被圣上赐永央侯郡主。掌柜，你不是说这铺子是你远房表叔的吗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东家饶命！东家饶命啊！都是他，都是这个女人逼我的。那些首饰根本就没有卖出去，全都被他偷偷拿去当铺死当了。东家，我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被这女人给骗了。若莲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夫君，你别听这掌柜胡说八道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是真心爱慕夫君的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请去，奴婢在，给我搜，把他身上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，全都给我搜一遍，我看他今天能变出什么花样来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肚子里还有侯爷的骨肉！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这是城西汇通党铺的死当票据，上面当掉的正是账单上那套凤凰器械头面，
还有那尊白玉观音。他前脚从我铺子里把东西拿走，后脚就拿去当铺换了现银，揣进自己腰包，然后拿着10万两的假账单来找你这个冤大头报销。沈赫，你被人当猪宰了，还在这里心疼他怀了你的种。你这个骗子！你竟然敢骗我们侯府的钱！夫君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太害怕了，我怕姐姐容不下我，我只想给自己攒点傍身的银子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饶了我这次吧。孩子，去百草堂请张大夫过来。是。今日既然要查，就查个水落石出。侯爷，这位姑娘脉象平稳，并无滑脉之象，她根本没有怀孕。不仅如此，这位姑娘不仅没有滑脉，并且气血两亏，脉象直涩。如果我没看错，她体内淤积了极重的阴寒之毒，想来是常年服用含有大量麝香与红花等极寒之物的青楼秘药，早就绝了子嗣的可能了。没有怀孕，还是个不能生养的绝户！女人，你竟敢骗我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给我拖出去打死！慢着，打死她，那太便宜她了。况且，你们侯府的账还没算完呢。这是什么？沈赫，你不会以为你们侯府这些年能在外面摆阔，靠的是你那点可怜的俸禄吧？这是3年里你们永安侯府在珍宝阁所有的挂账记录，大到母亲60大寿时送给各府的头面回礼，小到你给那些狐朋狗友打赏的玉扳指，每一笔清清楚楚，全都记在这上，总计30万5千两白银，你一个铜板都没付过。天，30万两，永安侯府竟然穷成这样了！一直花媳妇儿的嫁妆就算了，还在外面养外室，还要媳妇儿掏钱，这哪是娶妻啊？这分明是娶了个财神爷回去吸血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我是你夫君，你的嫁妆就是我的，我花自己的钱，挂什么账？你今日当着外人的面如此折辱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夫纲？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还要骂你是个不要脸的软骨头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你拿着我的钱去养一个青楼出来的绝户，还敢跟我提夫纲？沈赫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反了，反了！你这个毒妇，竟敢殴打夫君！我要去衙门告你忤逆不孝！你现在就去告，顺便让衙门的各位大人都看看，堂堂永安侯府是怎么贪墨儿媳嫁妆的，看看大约律法是判我忤逆，还是判你们侯府抄家流放？你不行，这事真闹大了。侯府不仅名声扫地，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，甚至爵位不保，绝不能去顺天府。儿媳妇啊，千错万错都是赫儿的错。我们侯府这些年待你不薄，你就算不念夫妻之情，也要念这些年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的份上。这账单咱们回家关起门来慢慢算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亲生女儿，老夫人，不要嘴上说2句好话，就真觉得你们侯府对我很好。你们侯府这些年是怎么对我的，你我心里门清。现在说好话，晚了。从你们为了这个贱婢要把我休回娘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早就恩断义绝了。沈赫，你不是想休了我吗？你听好了，今日不是你永安侯休了我，而是我英国公嫡女陆明珠休了你。陆明珠，你疯了不成？开国以来只有夫休妻，你身为女子还想休我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白日做梦？哼！既然开国以来没有这个先例，那我便做这个先例的第一人又何妨？青雀，将我写好的休书拿上来。永安侯，签吧。陆明珠，你既然休书都准备好了，你不行。永安侯府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，这些年全靠陆明珠的嫁妆支撑着侯府的体面。如果陆明珠走了，带走了所有的嫁妆，侯府连下个月的乙面钱都拿不出来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是不会签的，你生是我沈家的人，死是我沈家的鬼，除非我休了你，否则你休想离开侯府半步。
沈鹤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对了，京兆尹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就等着跟衙役说去吧。将他们两个关进后院的柴房，等京兆尹到了，就将证据和人一起交出去。是。青雀，回侯府，通知下人们将你家小姐的嫁妆一箱不剩的全部搬走。我们回家。陆大娘子真是行事果决，真是女中豪杰。改日若是有空，一定要来我们伯府喝茶。一定。当年满心满眼的都是这儿，如今回望，这永安侯府倒更像一个囚笼。将小姐的所有嫁妆统统搬走，一件不留。谁若是敢阻拦，统统乱棍打出去。是。青雀，带人去库房把我的嫁妆单子拿出来，一件一件对。是。少了一个铜板，就拿侯府的东西抵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哼，早就告诉你，那沈鹤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偏执意要嫁过去。爹娘，女儿不孝，女儿再也不离开你们了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管大胆去做。我们侯府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骑在头上的。如今外面都在传英国公嫡女休夫的事，都说你狂妄善妒，容不下其他人。你想怎么做？父亲，女儿就是要休了那沈鹤。他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女儿的嫁妆才娶女儿，拿着我的嫁妆在外挥霍无度找外室，他花了我多少银两，我就要他永安侯府吐出多少银两。不是说没有休夫这个先例吗？那我就做这第一人。只不过父亲，我知道此举可能会引得朝廷不快，你在朝堂上……哼，你是我陆沃胜的女儿，朝堂上谁敢说你？你想做便做，畏畏缩缩可不像你在珍宝阁的模样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为父和你母亲都全力支持你。朝堂上那群老滚骨，他们敢不同意？我明日便上朝堂上，好好与他们说道说道。你呀，就别担心你父亲了。你父亲这么些年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？只要我们明珠想要，那就一定要得到。快，尝尝你母亲新做的糕点。你出嫁这么久，很久没吃到了吧？母亲，父亲，女儿能有你们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傻丫头，能拥有你这么个孩子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。这英国公嫡女还真是狂妄，休夫，我看她呀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有何不能休？只准你们男子休妻，我们女子难道就低你们一等？就该休夫。陆大娘子每年都施粥救灾，何等的慈悲心怀，你们有什么脸面去嘲笑她？我父亲呢？老侯爷已经去上朝了，不过老夫人在前厅等着小姐呢。老夫人的意思是要陪着小姐去顺天府。走吧，别让母亲等太久。明珠，你害怕吗？你若是害怕，那就交给母亲，母亲这一把老骨头也不怕丢什么脸面。不，母亲，孩子想自己去。这件事由我痴心开始，那就由我先例结束。我还需要母亲去替我做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说，只要母亲能帮你做，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为过。母亲哪有那么夸张？我需要你去将永安侯欠我那30万两拿回来。他们侯府内还剩下不少祖上传下来的东西。哦，我的好明珠，去吧，母亲等你的好消息。你也等着母亲的好消息吧。青雀，我让你准备好的东西收拾妥了吗？小姐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只要老侯爷那边无善，那咱们就一定能成。备车，咱们这就去顺天府。是。民女英国公府嫡女陆明珠，今日状告永安侯沈鹤豢养外室欺压主母，外室白若莲与珍宝阁叛徒赵有才合伙企图诓骗民女钱财，永安侯更是合同婆母，试图扣下民女嫁妆，是绝乎？夫人，随小人进来吧。大人他知道你会来，已经在堂前等您了。英国公府嫡女，好大的破烂！你可知我朝从未有过休夫的例子？大人，规矩管人，从不只拘女子。世间只许男子休妻弃妇，为何女子便不能休夫断恶？
规矩从来不是恶人作恶的保护伞。沈赫贪我嫁妆，豢养外室，羁押正妻，意图吞我身家，恶行累累。民女今日休夫，只为讨回公道，守我清白。哦，你可知若是失败了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原本以你的条件足以达到强制合离，休夫对你又有何意呢？何为世间只以妇道束缚女子，而男子却能无需遵守夫德？我要的是公正，男子就应与女子一样遵守夫德。我只要一个公正，我要打破这世俗偏见，让女子在反抗时也有话语权。说得好，有这般胆识与气节，实在难得。只是休夫一事已超出本官的权限范围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圣旨应该快到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着英国公府嫡女陆明珠即刻前往朝堂，当场处置修发一应事宜。钦此。陆大娘子，请吧。陆明珠，你知道本朝从未有过休夫的先例吗？臣女知道，但臣女愿做此先例。陛下，世间女子困家宅已久，若此生所遇非良人，一生便就此蹉跎。陛下乃当今难得的明君，何不给天下女子一个反抗的机会？陛下，臣女素来温婉贤良，心怀大义，绝非肆意寻衅之人。沈赫婚内失德，宠妾灭妻，图谋妻产，恶行确凿。臣女所求不过是公道二字。陆爱卿，你还是这么急性子，我又没责怪你们女儿的意思，不要心急嘛。起来吧，孩子，再跪下去，你父亲可要心疼了。臣女谢陛下天恩。沈赫，作为朕的永安侯，你很让朕失望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并未宠妾灭妻，白若莲之事只是一时情难自已，绝非有意欺压主母。至于嫁妆一事，臣只是代为打理，从未有过半分侵占之心，还请陛下明鉴。哦，冤枉。陆明珠，你可有实证呈上？臣女有证，钦劝呈上证据。回陛下，这是珍宝阁当日交易账单，还有侯府多年挥霍小姐嫁妆的全部铭记清单。回陛下，除却账册清单，臣女还有人证证词。顺天府京兆尹处还关押着罪人白若莲与赵有才，二人已亲口招供画押。陛下可传令京兆尹将二人及供词证词一并呈上大殿。哦，宣京兆尹，将两位证人带上来。臣京兆尹奉旨带罪妇白若莲、罪徒赵有才上殿，二人供词在此，请陛下预览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民妇都是被永安侯胁迫的，求陛下开恩。沈赫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可狡辩？臣无话可辩，臣罪该万死，任凭陛下处置。朕准陆明珠休夫所求，即刻签字画押。从今日起，你二人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陛下三思啊！历朝历代皆无女子休夫的先例，此举恐坏了礼法规矩啊！规矩，所谓礼法规矩，是用来惩恶扬善、匡扶正道，绝非僵化守旧、纵容纨绔作恶、困住世间女子。故无先例，便可由朕开创。今日陆明珠休夫一案，情理皆合，朕准了。自此，本朝可开女子休夫之先例。臣愚昧无知，拘泥旧规，望陛下恕罪。陛下英明，此举顺天应人，臣心悦诚服。我等谨遵圣谕，陛下英明。白若莲身为外室，却妄称平西，挑唆主仆母，败坏勋贵门风，着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赵有才借珍宝阁掌柜之职，勾结白若莲，侵吞他人嫁妆，行欺诈之事，着杖60，流放宁古塔。臣女陆明珠叩谢陛下隆恩。把永安侯府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搬走，谁敢阻拦，你们就给我打！永安侯这些年挥霍玩明珠30万两嫁妆，今日我便以侯府物品抵押抵债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亲家母，我儿还是当今的永安侯，你如此行事，难道不怕我们永安侯府事后报应吗？报应？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承受我们英国公府的怒火吧。夫人，目前清点出来的财物折算下来不足5万两，光靠你们侯府这点东西可填不上30万两的空了。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将我儿那30万两还清吧。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儿，你怎可如此大动干戈，搬空夫家的财物？你这般行径简直是败坏妇德！败坏妇德？三叔公这话亏你说得出口。当初是谁带着全族老小3番5次来英国公府说情？是谁托了3位国公做媒，赌回发誓说沈赫会待我儿明珠如珠如宝？是谁拍着胸脯保证绝不让郑氏受半分委屈？我陆家心疼女儿，陪嫁了100万两白银的嫁妆，
10里红妆铺满了整条朱雀大街。结果呢？你们沈家拿着我陆家的银子，转头就给外室白若莲买宅院、置首饰。更不知廉耻的是，你们竟让那个贱婢登堂入室，穿明珠的衣裙，用明珠的头面，让她在侯府里作威作福，欺辱正室。如今事情闹到金轮殿上，你们还敢如此大言不惭、不思悔改，反倒还有脸在这里指责我败坏妇德。我劝你们趁早收起这些歪理，3日之内凑不齐剩下的25万两白银，我便拿着陛下的旨意去京兆尹府告你们沈家合谋诈骗。我的侯府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醒醒！东西都清点清楚了，3日后我再来取剩下的银子。东西呢？我们侯府的牌匾呢？荷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英国公府的柳氏带着人把家里搬空了，连你娘都被他气晕过去了。不会的，明珠那么爱我，她只是一时生气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备马，快给我备马！我要去英国公府，我要见陆明珠。母亲，此次去永安侯府可还顺利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放心，有你父亲在，谁敢为难我？沈府那些人被我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侯府能搬的都搬回来了，折算下来有5万两，剩下的25万我限他们3日内凑齐，敢少1分，我就去京兆尹府告他们合谋诈骗。不过明珠，你与沈赫真的再无半分情谊了吗？如果你对他还抱有幻想，母亲母亲，我与沈赫早已恩断义绝。如此，那我与你父亲便可放开手脚了。不说这个了，你外祖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连夜从江南赶过来，我估摸着就这2日就能到京城了。祖父，您何时候到的？哼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知道派人给我捎个信儿。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祖父？孙女儿知道错了，这不是怕祖父您担心吗？傻孩子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五爷怎么会不担心？有爷爷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不过，你们就打算这么放过沈赫，是不是太轻了？区30万两白银，他那个侯爷爵位可还稳稳当当戴在头上呢。父亲，您的意思是？养外室说到底，只是让他们永安侯府名声差一点，但他们侯府仗着名头强占良田、商铺干谷的罪行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既然他不仁，就休怪我们不义。明珠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滚！你还敢出现在我们英国公府？如今你已被我儿休弃，陛下的圣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有脸跑到这里耍赖撒泼？你还有何脸面出现在这儿？沈赫，念在往日情分，我不与你计较。再敢擅闯英国公府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明珠，我只求你能原谅我，你再看我一眼好不好？原谅你。你与白若莲在别院纠缠时，有没有想过多年前，你跪在我英国公府门前，握着我的手，说一生一世只对我好的诺言？我错了，明珠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你走吧，陛下已经准了休书，你我早已恩断义绝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，再无可能。明珠，明珠，你看这桃花开得再好，也不及你半分好看。我沈赫在此立誓，此生非陆明珠不娶。若能娶你为妻，我定一生一世对你好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我信你。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侯爷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？傻丫头，我心里自然只有你一个。等过些时日，我便迎你进门做平妻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我曾以为真心是这世上最坚不可摧的东西，我信了他跪在桃花树下说的每一个字，信了他会护我一生一世。当年的那个少年或许真的真心待过我，可真心这东西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。你现在跪在雨里求我原谅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，发誓绝不让我受半分委屈的沈赫，如果知道你后来做的那些事，他会原谅你吗？他不会的，就像我也永远不会原谅现在的你。沈赫，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，就当我们从未恩爱过。明珠，我该怎么做？你告诉我，到底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把白若莲赶走，我把我的所有都给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太晚了，
从你把白若莲带进侯府的那天起，从你拿着我的嫁妆给她买头面首饰的那天起，从你看着她欺辱我却冷眼旁观的那天起，我们之间就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当年那个在桃花树下说要护我一生的少年，早就死了，死在你一次次的背叛里。找2个人，把他送回永安侯府。明珠，外祖问你，你与他之间还有可能吗？外祖，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好，这是我这些年派人收集的永安侯府强占民田、私收贿赂的全部罪证，要不要检举他们，决定权在你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交给大理寺吧。他们侯府欠下的债，该结清了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外孙女。做事干脆利落，有我陆家的风骨。连夜将死城府告诉李大人，此案证据确凿，不必留情，按律处置。圣旨到，英国公府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英国公之女陆氏明珠，性行淑君，至简至坚贞，遭夫不淑，仍天下女子表率，特册封为永安夫人，赐正3品诰命，赏黄金100两，锦缎1000匹。钦此。臣女陆明珠叩谢陛下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外祖父父亲，这怎么会？陛下怎么会突然封我为诰命夫人？傻孩子，这是我和你父亲哭诉老半天，向陛下求来的。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一个诰命算什么？陛下也欣赏你的风骨，说你配得上这份尊荣。永安侯沈赫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永安侯沈赫宠妾灭妻，有失人伦，准陆明珠所请，正式解除2人婚姻关系。此休书为朕亲批，天下皆知，永无反悔。钦此。完了，真的完了！我的儿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永安侯沈赫接令。大人，何事？奉陛下旨意。查永安侯沈赫涉嫌强占民田、私收贿赂一案，即刻将沈赫捉拿归案，押入大理寺天牢候审。不动！放开我！我是永安侯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我要见陛下！带走，查封永安侯府，所有账册财物一律封存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沈赫，接旨吧。皇天帝诏曰：念永安侯府先祖开国有功。免沈赫死罪，沈氏一族3代之内不得入仕科考，即刻释放。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我的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爵位没了也就罢了，可3代不能科考，我们沈家算是彻底完了呀！沈家，那就是永安夫人的马车吧？听说陛下亲自封的诰命，可风光了。都是那个陆明珠。是他毁了我们永安侯府，若不是当初瞎了眼娶了她，我们沈家怎么会够了，娘，你别说了！这一切都是宠灭前妻，是我贪赃枉法，是我亲手毁了我们的家，毁了我自己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明珠，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就几句话，求你了。有什么话，去楼上说吧。这是当年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这些年我一直带在身边，现在还给你。都过去了。明珠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伤了你的心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了。祝你平安喜乐，一生顺遂。从此山水不相逢。东家，这是上个月京城82家铺子的账本，请您过目。离开侯府后，我不再掩饰自己的锋芒，我用手里的资金迅速扩张了商业版图，不仅垄断了京城的首饰行业，还涉足了丝绸和茶庄。如今的京城，谁不知道永安夫人的名号？连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的侯府夫人，现在见了我，都要客客气气地尊称一声大娘子。东家，还有一件事，那个沈赫还是将那只玉簪留在了珍宝阁。他说不日他们全族将迁出京城，回祖籍老家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将那只玉簪收下吧，拿给工匠看看，能不能打一只新的镯子。没有了后宅的勾心斗角，
没有了吸血的夫家，这日子真是说不出的畅快。这大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呢。